美军战略司令部新任司令表示，美军的核武器可以在台海问题上起到很强的威慑作用，可以让解放军不战而退。来看详细情况。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根据美媒的报道，美军4星上将安东尼·科顿在美国举办的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核武可阻止大陆武统台湾，对解放军形成强大震慑能力。美战略司令部司令负责人安东尼·科顿上将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他同意核武可能有助于阻止对台湾的攻击。安东尼·科顿是目前美国空军的4星上将，此前曾经担任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司令。今年6月，科顿被提名任美战略司令部司令，而原战略司令部司令理查德或将从原岗位晋升至参联会副主席。科顿针对台海议题时表示，俄罗斯和中国都明白，美国有一支强大的、有弹性的核力量，对美国敌人提供延伸威慑。并且他还对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表示同意他的观点，即核武与常规武器相结合，可以联合作为对中国的威慑力量。如果解放军不能进入台湾海峡，而且大陆意识到美国的核能力，解放军可能不会升级对台湾的攻击。解放军不太感冒这个风险。当然，现阶段中国的核力量也在快速增长。科顿认为，解放军核武库的扩充速度令人难以置信。现在，解放军已经有了完善的3位一体核打击能力。3位一体核打击能力主要是指从空中、陆地、海上发射核弹的能力。其中，解放军空中的核打击方式由轰6N 轰炸机完成。现在，轰6N 轰炸机可以搭载射程超7000千米、携核弹头的高超音速空射导弹。打击范围完全可以覆盖大部分美国本土，而且中国正在研发的轰20轰炸机也将在后续加入解放军轰炸机部队。解放军入役隐形战略轰炸机后，将具有穿透核打击美国本土纵深的能力。解放军陆基核打击的方式主要是通过火箭军完成。解放军目前列装的东风31AG、东风41、东风5B 洲际弹道导弹是解放军全军的主要战略打击力量，射程在12000至15000千米之间，具有超远程的射程和极强的突防能力，可以对美国本土进行覆盖式核打击。火箭军部队是中国核武器的战略基石，解放军海军目前则只能通过战略导弹核潜艇完成核打击。解放军目前的核潜艇可以搭载射程超过8000千米的巨浪2潜射洲际弹道导弹，射程超过12000千米的巨浪3导弹也在测试中。解放军核潜艇部队同样可以对全美进行核打击。有专家认为，科顿提出核武器针对中国，这表明美军真的考虑过在解放军解放台湾的时候使用核武器。当然，为了避免美军使用核武器导致中美发生核战争，美军最有可能使用低当量的战术核弹，并且使用这些武器打击中国的重要战术目标和基础设施。不过，虎哥认为，科顿刻意炒作台海核武器和中国核力量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为了给美国进一步开发列装核武器找个理由而已。这种套路实际上已经是见怪不怪了。实际上，美国军方基本上没胆量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哪怕是战术核弹。这一点可以在美国参联会主席米利上将那里得到验证。他在美国国会风波期间极力向中方表示，希望避免误判导致战争。在随后的佩洛西访问台湾议题上，以他为首的军方高层都在极力避免佩洛西窜台导致中美两军出现剑拔弩张的状态。可以说，美军方最高将领深知中国大陆军力的实力，因此就更别提什么对华使用核武器阻止解放军的统一大业了。大陆的核打击能力也不是吃素的，一旦对中国大陆无端动用核武器，那么中方有权使用核武器进行反击，一来二去很有可能造成真正的核战争。美军方高层不可能认识不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因此，此次科顿关于使用核武器震慑解放军的表态，无非就是他新官上任三把火，说狠话，并且夸大中国核武威胁，在伺机向国会多要点拨款罢了。至于使用核武器对抗解放军的说法，完全就是痴人说梦。美国核武器可把中国毁灭10次，中国核武器可把美国毁灭1次。一旦爆发核战争，结果都是同样的。到头来啊，也还是那句话，美国不可能为了台海问题和大陆玩命打核战争。